我买了一颗专制引擎的气缸北区做装饰品，上面还有愚公阿北的签名。这个就是恐怖的地方，我只是路过而已，被一群的摄影洗到我买了一颗专职回去。深夜时刻，我们的旅程并未因此停下脚步，开着车穿过知名的东京湾跨海公路，抵达了位于日本千叶县房总半岛西南端的南方总市。尽管天空尚未露出曙光，不过对于花了1个半小时自驾车程的我们来说，之所以会来到此地，无非是为了领略那超越海风的极速快感，并且见识专属于尘封人世的奢华绝对。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买手套了吧？因为我现在的所在位置是日本的私人赛车俱乐部马嘎尼嘎瓦。这里呢，就是一个切山的地形，让整座山拥有长3.5公里的赛道。当我现在在这个大直线之后呢，这样子的视角，阳光洒在赛道上，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特别来到这个地方了吧？当然，在享受这个赛道的同时，一定要配有一辆绝世豪车。而这个时候呢，我所驾驶的正是 Ferrari 的赤兔马488 Pista。而在马嘎里嘎瓦，我充分的享受到这辆车所带来的能耐，不论是它的操控，又或者是核心应手的顺畅感。现在知道为什么 Ferrari 是如此的迷人，因为当你实际奔驰在赛道，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命名叫做 Pista。在意大利文，这个就是赛道的意思，而488呢，则取决于每一缸的排气量就是488cc， 整合起来，在这一个 V8 涡轮增压引擎之下，不仅仅是继承着458的威名，同样的，它也是自 F40以来另一款穿戴着V8 涡轮增压引擎的车款。那当然，来到马嘎里嘎瓦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享受的绝对并不只是在赛道上面的狂奔，同样的也是对于自己在驾驶上面的训练。所谓的绅士驾驭，在这里可以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让我们相当畅快的、无虑的去感受到这整个所存在的驾驭魅力。当你能够在外内外之间直奔而下，享受着那一种咆哮，并且畅快淋漓的直线加速，或许这个就是马嘎里娃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让你使自己的技术越来越纯熟，并且对于车辆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更何况这里还可以让你进一步的去享受3道奔驰的快感。除了有许多的连续弯道之外，20度的坡道，再加上800公尺的大直线，让人就此可以享受心无旁骛的赛道乐趣。值得注意的是呢，如果奔驰在第14和第15弯道，要特别小心光线的部分以及高低落差，让你会比较看不到路面之外呢，同样的，这里也会存在着一些在驾驭上面必须要去拿捏的要点。毕竟马嘎里嘎瓦它的存在是为了要让全世界的富豪去享受一种无尽的奔驰乐趣，并且让自己学习看清眼前的道路。这并不是只有感官上面，同样也是在心境方面。或许马嘎里嘎瓦的存在也是另外一种沉淀心灵的方式。只能说初到贵宝地，迎面而来的便是日出之国驶出的震撼教育。
马嘎利嘎瓦这座全会员制的赛车俱乐部，为了服务世界各地的顶级富豪，特别选址在距离羽田和成田机场仅1个半小时车程的南房总市富山一带。不仅顾虑了国际交通，更能在一处静僻之地欣赏东京湾天晴好时，甚至能远眺富士山。值得一提的是，这座私人赛道之所以会命名为马嘎利嘎瓦，也是其来有自，指的是日文汉字中川字其中一种别名的罗马拼音，意思是弯曲的河流。主要原因是由于这座依山而建的赛道紧邻大谷川和增间川，便特别以此命名，并直接将川字作为俱乐部的标志使用。相信经过这一番解释就知道，这项诞生于河谷之间的工程可是有着相当的难度。但知名赛道设计师 Heyman Taker 能设法在此打造出拥有22个弯道、海拔落差高达80公尺的极限乐园，并让美学、速度及品味在此如是交织，成就人称生活圈的最高殿堂。你知道上下跑车也是要有一些技巧。从赛道回来之后呢，来到 pit 区当然是要小憩一下。可是，正如大家对于赛道的热识，一般的 pit 区通常可能没有那么好休息，有点热，充满油污，还会听到太多嘈杂的声音。可是马嘎利嘎瓦给予每一位会员的都不一样，在这36个位置之下，后面都拥有着沙发区，你可以好好的欣赏着自己的爱车，并且讨论刚刚自己在赛道上面的表现。当然，这里也会拥有教练来给予每一位会员充分的训练，而这只是其中的一环。毕竟在这里要享受的是极其畅快的绅士驾驭，让你在优雅当中体验赛道的快感。只是在离开这一个非常有电玩感的赛道跟 pit 区之后，马嘎利嘎瓦究竟还可以给予会员什么样的感动呢？接着继续带大家一探究竟吧。离开 pit 区之后呢，我们来到了 Villa 休息，没有错。这一个俱乐部一共有9栋专属的 Villa， 那当然不同栋所拥有的房间数不太相同。以我现在的所在位置呢，则有2间的房间，而且最棒的是可以直接眺望整个赛道。在主建筑里面，你也可以去享受其他专属于会员的设施，譬如游泳池，甚至这里还有温泉。那当然，对于完成人来说，这里绝对是极致的享受。可是你不可能一天到晚都跟车子为伍嘛。所以呢，马嘎利嘎瓦也为了所有的会员安排了其他的部分，譬如健身房、SPA 区。如果想要跟其他的会员有一些交流，这里也有酒吧、游戏室这样子的设置。我们甚至在那里发现 Bugatti Carbon Champagne， 必须要说，市面上可能我们都很难发现的一些有趣的事物，在这里却稀松平常。那如果肚子饿的话，在这边该怎么解决呢？除了 Villa 可以进行料理，甚至连洗碗机这里都有。想要稍微放松一下，也可以走到他们的餐厅用餐。那当然，在这里还是有一些规则哦，譬如我前方的赛道，基本上来讲是4轮限定，想要骑乘2轮的会员的话，就没有办法享受这样子的场地。另外，像住在 Villa
又或者是餐厅，则必须要另外付费。当然，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合理，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只是对于许多的会员来说，可能是全家大小一起来到马嘎里嘎瓦，所以他们也为了儿童进一步的设想，不论是专属的游戏室，还可以训练他们的体能，去试试看攀岩抱石。小朋友可以好好的放电，父母呢能够尽情的去享受赛道，不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在马嘎里嘎瓦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你看，我连海报都是如意变动。这是一种把茶当成香槟喝的概念。